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一套双厨狂喜的作品，变形金刚和 G.I. Joe 联名推出的这款声波海宝自己跟自己联名啊，俗称韭菜收割机。盒子外包装还是非常巨大的，而且设计非常精彩。这半拉斜切变形金刚，这半拉斜切 G.I. Joe， 哇，还是这样拉盒式的包装啊，就是这种破纸箱子。食品方面，官方标配没啥卵用的说明书。其实我觉得这一套里主要卖的是 G.I. Joe 的这俩小人啊，扎坦和扎瑞娜两兄妹。这是 G.I. Joe 这种经典的挂卡式啊，扎坦竟然还有一个替换的面雕武器组。可动方面嘛 ，G.I. Joe 的小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了。但其实来说啊，这两个小人的收藏价值会更高一些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盒藏的挂卡就不要拆开了，可动这玩意儿有啥看头？好了，这套玩具主要的内容已经介绍完了，然后我们来看配件。没错，剩下的这些都是配件了。所谓的这一套联名声波啊，你说它做了个啥？其实就是一个可以搭载那两个 G.I. Joe 小人的载具，另外还拴着一条链子的狗，非常软的软胶啊。机器狗带了一个软胶的狗链，你也可以牵在 G.I. Joe 小人的身上。卖660块钱一套的礼盒，主要是为了收藏两个小人的话，这款声波可以说做的极为拉胯了。另外呢，可能也是官方对于这个售价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所以他带狗的时候并没有用后来的遗产线的狗，而用了 MP 的，你敢信？哇，好精致啊！重涂的蓝色机器狗，哇，变形结构嘛 ，MP 是啊。造型方面来说，自然会比那些低幼玩具要好上不少。变形也是比较复杂，相对来说，这是我们把它变成磁带。但以现在的眼光看起来，好像变形不咋的呀。其实，在当年来说，声波能配一个机器狗、轰隆隆，激光鸟，把这些小弟都配齐，就已经很棒、很开心了。方方的，无所谓。来看这个新设计的木具，料子厚实，是挺厚实的，但是依旧是那个软料子，软到了什么程度呢？车门这个缝子它对不齐呀，这个让强迫症很难受的。这一块啊，我是怎么都发现扣不到位。上下也差了点份儿，左右也差了点份儿。这里还是个 C 型扣子，其实已经嵌进去了，但就是，方向盘是可以转的，你也可以把那俩小人坐在这里边，空间是管够的。另外，这里的各种脚踏板上边也可以把小人插在侧面这里。前方这里的机炮，旋转的时候，下边的弹链也是可以跟着动的。做工一般般，塑料的质感一般般。另外啊，我刚开盒的时候还惊了一下，我说这玩意儿中奖中的这么明显啊！我以为这地方都是塑胶，看见没？这缝子，这边缘跟狗牙啃了的似的。后来我想想啊，两面竟然都这样，这有可能是专门做出来的战损效果吧？我姑且这么认为啊，应该就是战损，对，没错的。所以，660配件嘛，你主要是为买那俩小人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我们开始变形。变形还是个插拔的啊。首先把这个双管的大加特林抠下来，前面的防撞栏这个也必须得抠下来啊。打开后边，然后这里往出滑一下，最后边的这一块，左右。掰着这地方打开扣下来，这个倒是天线可以不拔，在盒子里边打开的时候你需要插上去。当你把这些配件都摘掉以后，这辆车其实就更不能看了，这是个啥呀？这，好吧，打开这根部的两个扣子，把这盖掀开，然后这一节脚踏板折下去，左右打开。打开，在这里边挂着的椅子整个拉出来，两条腿中间掀开，对折一下，
关节、大腿根部，还是个齿轮大。胯部收纳，折进去。好，归到位。膝盖这里变形的时候，注意关节的走向。我们先打开这个盖子，然后把这一块翻转180度卡住，再掰直，立好了。这块抠开，根部这里啊，其实还是挺紧的一个扣子，很长。把这边缘打开，180度拧过来，哎，立正，然后转到正面的。另外中间的这个腿板就跟着贴合，插住。脚踝的位置啊，它是用座位变出来的。注意根部这里是一个双关节，前方有一个倒钩，把这倒钩伸进去，卡一下，再填平。所以这只脚丫子是等于斜着这么插在地上的，但是就没有了脚部的接地，这块会被中间的钩子锁死。这么大一玩具没左右接地。好了，腿部我们跟这么立起来就好了，然后掰出防撞栏，左右打开，再把它插到脚上的这个洞里去。这边插住啊，这上方有一个 C 型，割一下。我本以为这块是一体变形出来的，没想到是个插拔的配件啊！好了，这腿部就变好了，腿上面这里还有一把匕首，这小桩子也不好插。来看上半身的变形，左右这里打开，哎，肩头这一块的根部需要往长拉，里边有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把它提起来，哎，提起来。然后整体的往外翻转，注意这个地方又有2个小的锁眼儿，把它插上去，挂住，咯哒一声，挺惊悚的。然后头胶非常明显的胳膊，拧一下，旋转过来，好，这块往开掰，大手从里边翻出来。你们觉得这胳膊变了个啥呀？这边前机盖啊，头胶偷的空空的，小臂里边偷的空空的，哇！好了，2条胳膊放下来，我们再翻到这里边看，左右有一个搭边儿，把这扣子掰开，90度折叠放起来，夹住，左右还是有一个方向性的搭一下，让腰部缩起来，缩出这个夹腰的缝隙，盖子就这么放下来就好。就放这儿就行了，这其实就变完了。当然，它还有小人的搭载方式啊。我们可以把中间的这一块板子抠下来，中间这里也有小人踩的那个插豆的位置。这盖子打开，你再把这个掀开，小人就可以钻出这个窗户来，站在声波的后背。晚点，脑袋从里边90度。插上来，掏出后边的这个引擎，上面这一块旋转180度卡到位，这一块缩下去，插这儿。声波标志性的肩炮，这回你弄得像是一大喇叭似的，我们就可以插在另外的一个洞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作为武器拿在手里边。声波嘛，我们就拿手里边。胸口这里的开关按一下打开，哎，就可以把机器狗放进去，装上。巨大的霸天虎 logo 啊，头雕我觉得就是跟 MP13那差不多啊，但是眼睛会涂得更大一些，而且分件貌似看起来不太一样。但是你看这玩意儿的肩膀啊，它本身下边那个扣子已经是插住的，却插的不是很好，因为这一块是一个3段轴的一个连接关节，从上方这里整个的翻下来，靠那2个薄薄的小插扣插进去以后，虽然它拔不开了，但是上下会晃动。而且因为胳膊这俩大轮子啊，这些造型的关系，就导致它会塌肩，它不能跟这样平平的立起来，总会有一个斜的外八字角度跟这么塌下来，就感觉这声波总不是很精神的样子。再加上胯部这里虽然也有一些定位的 A 字幅度啊，但脚丫子是完全没有接地的。就人形摆在这里吧，你怎么摆它都会很难看。翻到后背来，硕大的背包龟壳，以及特别碍眼的头胶空洞，这玩意儿就是个空壳子。而且
完全变不成沃克曼的形态。它说白了就是为了配合特种部队搭载变形出来的一个载具，身上的这些板件整个都是空的。你不要想它多厚实，看起来个儿大，越个儿大的玩具越不良心。立正以后的身高到头顶来到了25公分左右，所以这款声波的尺寸是要比 MP13的个头还要大的。那么就是这么一款玩意儿，纯的韭菜收割机，我觉得这么形容毫不为过。说白了，我觉得这个东西面向的群体应该是 G.I. Joe 玩家和轻量级的变形金刚爱好者。这套的卖点我想了一下，也就是这两个小人儿。这款车型的声波纯粹也是为了给这两个小人搭配的一个载具，送了一个变形的结构，仅此而已啊。唯一有一点良心的，它并没有带那种廉价的磁带机器狗，而是选用了 MP 当时的那款机器狗模具，这也是这一款唯一值得庆幸的地方。车型变声波的这个模具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，除了给小人搭乘一下的话，你把它当一变形金刚来玩，简直就是浪费钱。所以对于变形金刚收藏爱好者是特别不友好的一款产品。官方的联名向的产品基本上模具设计都会很拉的，没有那种特别惊艳特别精彩的地方。而联名的 G.I. Joe 也是海尔宝家自己的品牌，这两款小人如果作为一个联名限定版推出的话，想必在 G.I. Joe 圈子将来这两款我觉得会有一个看涨的趋势。但可能收小人的人会很多，收这款声波的有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附赠品，有可能很多人会以这个礼盒的形式套出，而真正想收这款声波玩具的人会有多少呢？所以这套就是这样，放在 G.I. Joe 的圈子会觉得啊，一套限定联名的产品会有一定的收藏价值，但是用变形金刚玩家的眼光来看这一次的联名活动，这就是一坨狗屎。记住，不要愤怒，愤怒会降低你的智慧。那么各位看官，你对这套产品的评价又是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发表你们的言论。那么今天这套我们就玩到这儿吧。